跳跃膝啊，大部分发生在运动员上面，但是到底运动员发生了什么问题，他才会产生跳跃膝呢？是膝盖的稳定性，或者是它的肌力相对的比较不足。那但是肌力不足有2种情况，一种是它很没力，第二个是它非常非常的紧，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在适度的情况下去提供一个稳定或者是吸震的力量。那我们就现在来做放松的运动。第3个力量是往前推，对。好痛哦！这招很厉害，要学起来。这个强度蛮高的，大腿又会再把最后那一趴逼出来。有，医生每一次来这边呢，我都觉得好像在做这个肉搏战，就是。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运动的人呢，最容易发生的膝盖痛就是跳跃膝的问题。那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跳跃膝的问题呢？那如果发生跳跃膝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要如何解决呢？今天请到的是物理治疗师潘家豪医师，潘医师您好。大家好，我是这个物理治疗师。跳跃膝呀，你看膝盖这么多的范围，但是我知道膝盖只要偏一点点就可能不是跳跃膝了。所以真正的跳跃膝它到底应该是在哪里？好那如果站在病理学上面分析，我们通常找这个范围，我们可以先找这个膝盖髌骨，因为以髌骨来讲，就是这个膝盖骨的下缘，然后到这个我们自己都可以摸一下，看到小腿最前面这个是胫骨，胫骨这边会有一个粗隆，一个骨突处，在这个膝盖的髌骨下缘到这个骨突处的中间这一个区域里面，那这个区域里面呢，当然它有可能有我们的膝盖的髌骨韧带，然后再往里面有关节囊，还有一些支持带，在这个区域里面产生的疼痛，通常我们都会觉得，会合理的怀疑是不是跳跃膝这样。所以其实这个区块蛮小一块，就只有这个地方。蛮小的，而且其实你也许跑步啊、跳跃、冲刺、打篮球等等，或者排球选手，常常需要激烈的跳啦或横移、侧移的情况下，你去问他，他的疼痛范围就是在这里，他也不会跟你说痛到小腿或痛到大腿。不会，他的疼痛的对会很明确。但我常常会碰到很多人说：“哎呀，我跳跃膝我好痛哦，所以我不能运动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它有哪一种程度才是不可以？对 ，OK， 因为当然以在分类上面来说，其实以跳跃膝我们可以简单分成4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点不太舒服，一点点卡，对我有点酸，或有点刺痛，有点痛，这种情况下是属于第1期。那第2期的情况下，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感觉得到疼痛，运动后也会感觉到疼痛，可是它不会影响你的表现。就我今天我要做个动作，我还是做得完，我并不会做不完，这是属于第2期。那第3类，它的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到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表现，或者是想要用多少力量，它会有点干扰到这样。那第4个阶段就是很明显，就是它已经不能动，已经可能造成这个髌骨韧带的断裂、撕裂的这样。那当然以这些程度上面去做区分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 ，OK， 那它的程度大概到哪边，那可以做的哪些运动。通常我会建议是，如果你现在发生疼痛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去测试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类。那通常在第2类别以下，1或2，我觉得它是可以适合的去做一些运动训练。如果到第3类，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它已经会影响到你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搭配治疗，并不是说可能放着休息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己好这样。所以第3个以上就不会是自己可以修复的。对，就不要等。那通常我们说急性的跳跃膝，它的那个急性是指就是你从不会痛到痛。这件事情就只要有一点痛，我就可以。对，像假设我今天跑一跑，我就开始发现，我怎么开始痛了？那这个情况下就已经进入急性期了。所以要用 PRICE 的方法来处理吗？也可以。如果说正在急性期的话，可以用到 PRICE 啦。但是这边刚好有个机会可以提供给大家。现在来讲会有推行一个叫做 Peace and Love。对，那当然它有延续一些 PRICE 的概念。这个应该是教练太凶，所以他们需要 Peace and Love。他可能这个名字我觉得取得蛮厉害的。T 的话，其实跟之前的 P 一样，它都还是一个叫 protect，就是要给予患处的保护。E 的话就是 elevate， 就是我们希望它把患肢抬高，让它不要造成肿胀，或者是那个体液啊，或者是像我们会有一些循环的问题，让它可以回流。那消肿，不要让它过度肿胀。那 A 的部分就是避免这个抗发炎的药物使用。对，不用抗发炎。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很疼痛，吃一个消炎止痛进去好了。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它降下来，但是并不是抑制它。
因为发炎其实是一个重生的过程，对，在生长的过程，所以你一下子太快服用这些药物，当下会比较好啦，但是修复完之后不见得会比较好。就像发烧是在对抗外来病毒的时候，你把那个烧降下来，它就没有办法去杀，对，就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然后再来 C 的部分，当然就是给予一个加压叫 compress， 然后再来 E 的部分就是最后一个 E 就是 education， 就是给他一些卫教。通常我们会告诉他说，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类似像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保护它啦。L 来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它叫做 loading， 就是我希望要在这个状态下给他一些负载，给他一些适度的训练，适度的承重。像我们虽然说患部要抬高，可是我们也会适度的希望它有一些承载，像它的重心承重或者是重心转移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时候在患部受伤需要借由这件事情来刺激这件事情的修复速度，对，所以 loading 这件事情是目前来讲蛮新的概念。很多人都说我们受伤就是休息就好，但是不是休息的情况下还是要搭配一些适度的训练。所以等一下医生要教我们怎么 loading， 对吗？对，会可以，可以，对。然后再来 F， 那 O 的话 ，O 就是比较乐观，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学的进来，因为我觉得现在医疗我知道，因为他们这样子弄的时候会觉得很痛很害怕，所以对，会很沮丧，然后甚至可能引发这个心理上的休克，这样，所以现在其实真的会强调到一个乐观的状态，所以他会希望说你要保持一个很好、愉悦、很健康、很正向的力量。我突然觉得那个可能治疗的那个人一直被客诉说你弄得太痛了，所以对，所以这个部分要加进去是这个 O 啦，就乐观的部分。V 的部分来讲，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强调在于循环血流的部分叫 vasculation， 所以它是要强调就是血流的部分，让血流保持好畅通，然后进行这个消化代谢掉的部分。那最后一个 E 呢，就是 exercise， 这个就是跟 loading 其实有点像。对，那 exercise 是针对这个患部做一些不影响他受伤的情况下做的轻度训练 ，loading 就是重心承重，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比较奇怪是那个血流为什么要强调那个血流？因为血流这件事情是影响的是后续的修复速度。因为像假设我们现在肿胀了，其实血管会受到压迫，这个压力它会变大，所以它的经过的血流啊，它会把这个肿胀代谢掉的速度就会变慢。那它是有什么样的手法让这个血流速度变快吗？有，像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借由一些比较轻度的，像筋膜或者是淋巴引流的处置。第二个是可以用一些 TAP， 就是肌内效贴布，然后肌内效贴布它可以减一些分支，然后去达到这个患部的那个肿胀引流。对，这个倒是有一些办法的。那请问一下，像跳跃膝啊，大部分发生在运动员上面，但是到底运动员发生了什么问题，它才会产生跳跃膝呢？通常来说，可能都是造成第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是膝盖的稳定性，或者是它的肌力相对的比较不足。那但是肌力不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很没力，松松的做不太起来；第二个是它非常非常的紧，就可能是肌肉非常的紧绷，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在适度的情况下去提供一个稳定或者是吸震的力量。第一步我们就会先去检查它是不是大腿的肌肉很紧，还是它的膝盖结构很松动、很不稳定。那用这两个方向下去，再协助病人做处理。我能不能说是因为他事前没有做好足够的暖身，所以他才会让他的肌肉变得很紧，或者是他的运动过量，他没有自己去做放松，才会让它变得很紧？对，这个当然是一个因素之一了，但是也有可能第二个情况是，他必须维持在这么紧，才能够维持好他可能需要的姿势。所以有些时候，当然您说的是因素之一，也有可能是我们要去检查它的姿势，或者是它的骨头跟骨头之间相对的位置，是不是让这一条肌肉一定要这么紧，它才比较不会有受伤的风险。这样，所以这样这个跳跃膝它是痛在这个地方的话，大部分的肌肉紧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一条肌肉。对，通常会是比较像是大腿前侧。那只是以大腿前侧来说，可能我们就会有分成，因为大腿前侧最著名的就是股四头肌嘛。对。那股四头肌它有分内侧、外侧跟中束。所以等等，也许我们可以来带大家练习一个股四头肌的放松的运动。好，那我们就现在来做放松的运动。好 ，OK。如果我们要做目标，要做这一只，对，那这一只脚好了，对，然后这样子，然后这只脚弯起来平放，对，就是你刚刚伸直的长度，然后这样我们这样直接放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踩住的位置，然后这边起来，对，然后身体要有点往前，所以你手可以往前移，手慢慢往前移，对，移到一个这个位置。第一个部分是大腿往下压，
对，第二个部分是屁股翘起来，对，让身体跟大腿一直线。第三个力量是往前推，对。好痛哦！对这边可以吗？然后在第二个方向是我们可以把脚往外打开一点点，这里，然后再往前推一样，然后大腿往下压。内侧好痛哦。然后再来就是往中间往内侧靠，然后再往前推。哇 ，OK 吗？可以。所以这个情况下，当然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我觉得对于上肢的负担会比较重嘛，就是手腕、手肘、肩膀的负担会比较重。但是这个真的力气就是很有力在这个地方。它会比原本一般我们常见，像坊间很常见，我们会这样拉脚嘛，或者扶着然后这样伸展，这个会比那个再更有它的拉扯的力量，因为它两端都有固定。对，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动作做起来，它的伸展的效果、放松的效果会是最好的。这样，但其实不错，很好玩呢。对，好，然后几个细节我们再来重复一次。第一个是你维持在这个姿势之后，第一个是大腿要往下压，先往下压，然后第二个是臀部要有一点点抬，但是不要到过度拱腰，不然它会造成腰的问题。然后下一个部分是我们身体往前推，对，往前推的力量。这三个动作做完之后，其实这个拉扯的感觉就会很明确。这样，然后在最后一些变化，就是你的大腿可以往外，可以往内，可以维持在水平。先往下，然后再往上，然后再往。对，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它会有不同的大腿的前或者是偏外或偏内的肌肉束获得一个伸展、拉伸这样。这招很厉害，要学起来。这个强度蛮高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常会用在运动员身上，因为他们的肌肉都很大，又很强壮，又很紧，所以通常都会需要比拉伸效果很明确的这些动作，这样。很明确。对。大腿放松完后，上次有说还是要再加强大腿的力量。针对大腿的力量来说，我觉得像坊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练习深蹲嘛。对。那深蹲的时候，我们会膝盖蹲不要超过脚尖推屁股。是。对，那当然对于深蹲来说，它练到的肌群其实很多，但是因为今天假设我们是要强调是在大腿前侧的话，那我们就在做蹲的动作，我们不要刻意推屁股。我们就是一样在身体维持直的情况之下，正常膝盖蹲就好。可是这个情况下，当然膝盖就一定会超过脚尖。对。如果你侧面蹲的话，一蹲它一定会超过脚尖。可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骨盆、屁股不要往前，也不要往后，就是直直的蹲下来就好。对。然后接下来你注意的是，你两个膝盖，它出去，对，它出去的角度呢，要对准你的脚尖，因为很多人蹲下去会变成这样蹲。对，这样的话是往内的嘛，或者是不要往外打开，我们是直直的朝你的脚尖方向出去。好像还是会凸屁股。对，我们再来一次，蹲，好，停，在这里就好，然后稍微往前一点点，对，前，对，这边往前，对，这样。屁股 ，OK， 对，这样好，慢慢起来。好，我们再一次因为到有一个临界点，你就会很想要推往后。对，好，差不多到这里 ，OK， 好，这样子，这一次很标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注意你的膝盖了，有没有对准你的脚尖方向？对，然后这样子蹲到这个情况之下，然后你试着把重心放在前脚掌多一点点，那个大腿又会再把最后那一帕逼出来。所以大腿的前侧有，对，大腿前侧的训练量就会多很多。好，可以。对，虽然我们一样在半蹲，可是你的训练量会比别人的训练量还来得大。医生是来拆台的，医生还要再教第三个动作是稳定膝盖的。对于膝盖来说，我们可以建议，也就是在单脚站的部分。在这个情况下，膝盖稳定性我们可以让它抬高之后，再变成有一点点往侧边打开。那这个时候其实训练的稳定性都是在左脚，对，我们因为练稳定性通常动作比例不高，但是主要是来自于它能不能撑住、维持住那个姿势。OK， 好，然后这个时候再把侧面打开，好，然后回来之后，当然如果你要再进阶一点点，就是我们往前回来之后不着地，再往侧面打开，然后再回来之后直膝盖不弯的往后抬就好。这只不关。对，往后抬，不要偏，往后，对，然后屁股不动太多，我扶着你的骨盆一次，对，这个就会比较难一点点。好，回来，或者是你一开始可以先做前面两个，就是抬到这边，然后回到侧面，再往侧面打开就好。对，这个就会是比较简单一点点，好做一点点。难一点点的是要往后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对，身体会很容易想要往前倒太多。对，好，你慢慢的做，用屁股多一点点。因为很多时候会带到太多，会变成凹那个腰。对，你会做太多的比例在腰身上。医生，你的意思是说，对，这样子完了以后，如果我要往后，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对。然后这边上身是尽量直一点点，对。所以你要感觉是我放下来之后啊，我的屁股抬是这样子，这样抬，所以又要用到
髋比较多，不要用到腰，对，因为腰这样子就大部分的压力就在腰身上。其实动作在做的时候，我们重心就会一直转移嘛。那这个情况下，你的膝盖都还是一直可以维持在这个姿势下，这个我就会统称它就是叫稳定性的训练。医生每一次来这边呢，我都觉得好像在做这个肉搏战，就是你的那个实力呀、运动实力到哪里，这个完全逃不过。对，会有点测试出来。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学的这几招这个跳跃膝的这个复健方法，我觉得非常有用。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受伤，平常自己练都蛮好的。对对，这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平常你练起来，其实对于运动表现啊，对于日常生活，甚至预防退化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有帮助。因为其实预防退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对，不是吃药打针。而且刚刚练的这些地方，真的都是在练我们大腿的肌肉。好，这个加进去。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潘医师，谢谢你。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